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岛新赖先生所著的《成为有钱人的心理学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情绪左右导致我们变得贫穷；第二，90%的人不知道成为有钱人的机制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情绪左右导致我们变得贫穷。也许有的人会问，为什么我无法成为有钱人呢？这可能是因为您被情绪所左右，错过了成为有钱人的机会。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无法立刻理解，但作者确实经历过被情绪左右而错失赚钱的机会。接下来，我们将通过借鉴本书作者的经验，看看被情绪左右具体是怎样影响到我们的。首先，我们来讨论一下愤怒情绪是如何破坏机会的。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？因为得不到理想的待遇，或者无法忍受上司不合理的命令和态度，就愤然辞职。愤怒这种情绪是因为我们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，需要自我防御，因此愤怒才会涌上心头。特别是那些总是认为别人是好人，对他人过度信任和期望的人要特别小心。即使对方并没有故意背叛您，但如果对方的言行与您的期望不符，就会让您感到受伤，从而产生受害者心理，认为对方在针对自己，陷害自己，自己是唯一吃亏的人，于是怒火中烧，破坏了与对方的关系。如果不对对方抱有过高的期望，并能保持适当的距离，那么您可能会获得对方的帮助，取得好的成果，甚至能拓展自己的人脉，获得许多机会。然而，如果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，一旦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发展，就会感到被背叛、愤怒，从而一瞬间错失这些机会。大家应该停止被愤怒这种情绪所左右的行为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一个因同情对方而被剥削的例子。例如，作者自己就曾因为觉得某人可怜，于是出于同情心雇佣了那个人，结果却被背叛，蒙受了金钱上的损失，感到非常后悔。其实，同情并不是一件坏事，理解并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，这种行为本身是非常值得称赞的。很多人也认为这是一种美德。然而，为什么做好事却会得到令人遗憾的结果呢？这是因为同情有时会侵犯对方的个人空间。个人空间是指当他人靠近到一定距离时，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距离。当我们出于同情而给予帮助时，心理距离拉近了，仿佛把对方当作家人一样无条件支持。结果对方可能会误以为自己可以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帮助他们的人。这样一来，对方会认为无论做什么都是被允许的，并逐渐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，比如觉得自己理所应当得到帮助，甚至抱怨所得到的帮助不够。您的同情心和助人之心是值得称赞的，但要注意的是，不能让这种同情心转变成负担。想要帮助他人的时候，要保持适当的距离，避免进入对方的个人空间，以免被潜意识的剥削。以上例子说明了愤怒和同情是如何导致金钱上的损失的。作者还提到了其他情感，如罪恶感、自卑感、紧张感和孤立感等。这些情感也可能让人失去许多宝贵的机会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有些感悟。也许你会认为自己无法控制情绪是自食其果，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简单。大家是否听说过镜像神经元这个词？这是大脑中的一种神经元，具有模仿他人脑部状态的特性，使我们无法分辨是自己的情绪还是他人传递过来的。例如，当旁边有一个愤怒的人时，镜像神经元就会反应，使我们也感到不快。在早上拥挤的地铁车厢里，时常也会感受到别人的烦躁情绪。虽然一开始我们自己并不感到烦躁，但别人的烦躁情绪却会传递给我们，让我们也越来越感到烦躁。这正是因为镜像神经元的作用。另外，像是被他人情绪感染而流泪，或者被别人的笑声逗笑，以及打呵欠传染等现象，都被认为是镜像神经元的作用。不过，我们还是可以有意识地分辨
这些情感是否来源于自己。如果一直感到不愉快的情绪无法散去，那么很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处理他人的愤怒等不良情绪时，也将其纳入到自己的情绪中了。正常情况下，人类的情绪是短暂的。如果愤怒之情无法释放，那么可能是因为您被别人的愤怒所影响。据说生气时会导致胃痛，这说明愤怒情绪与胃的健康有关。生气的人的胃在 X 光照片上会呈现纵向伸展，而患有胃病的人通常都充满愤怒。这并不是因为愤怒的原因在于自己，而是因为他人的愤怒情绪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胃。今天因为别人的愤怒而导致胃痛也是有可能的。如果没有意识到是别人的愤怒导致了胃痛，单纯吃胃药是不能治愈胃痛的。但一旦了解到胃痛的原因，疼痛就会减轻。就像这样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可能会被他人的情绪所影响，错失了成为有钱人的机会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90%的人不知道成为有钱人的机制。作为没有成为有钱人的原因之一，有一种情况是有人给您下了封印您能力的暗示，作者称之为诅咒暗示。这些话可能会影响您的思维，让您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。据说，作者曾经从他的母亲那里得到了与金钱相关的3条暗示：你总是浪费钱，你从来都没有存钱的计划，你将来肯定很难挣到钱。当时的母亲自然是出于好意，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会真的陷入这种境地。然而，这些话却像暗示一样，在作者的脑海中萦绕，最终导致了他无法存钱，或者总是在无意中挥霍钱财，进而使他陷入了金钱困境。有的人可能会认为，这只是因为您父母的原因而导致的不顺而已，但实际上，甚至在来接受作者咨询的人中，也有许多人确实被父母下了类似的诅咒性的暗示，而导致相应的境况。相反，一旦从这种诅咒性的暗示中解脱出来，就可能让人迅速变得富有。诅咒暗示在无形中影响着您，并且长期持续发挥作用，甚至能够彻底改变您的人生。可怕的是，这种诅咒暗示几乎总是隐藏在那些看似善意的话语中。例如，如果在一次购物中，您买了一件价值2万日元的包，结果父母看到后说：“这么贵的东西，要好好珍惜哦，别乱花钱，到时候没钱用了。”父母这些话本身是出于为你好的初衷，但其实暗含了2个隐秘的负面暗示。一个是购买贵的商品等同于浪费，最终导致无法存钱；另一个是对物品不珍惜，会导致贫困。虽然父母并没有故意施加这些负面暗示，但他们这些话却源自对你未来可能挥霍和不珍惜物品的担忧。这些话语会潜移默化地留在您的脑海中，让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会因为挥霍和不珍惜而变得贫穷。结果，您可能在这些暗示的影响下，逐渐走向父母所担心的境地，最后验证了他们的担忧。这些负面暗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，是因为他们让您对金钱过于在意，从而无法充分利用潜意识的力量。那么，潜意识的力量是指什么呢？就拿运动会入场练习来说，如果我们刻意去注意左手和左脚、右手和右脚同时向前行走，结果会导致顺拐，步伐不够流畅，走路就像机器人一样不自然。然而，如果我们不去刻意关注这些，而是自然而然的行走，就能够更加顺畅的行走。这种现象在开车或骑车时也同样存在。如果我们过于强调直线行驶，可能反而会导致车辆运行的不够顺畅。而只要专注于前方，让身体和精神放松，反而能够更加自然地保持直线行驶。在金钱方面也是如此。如果我们过分关注金钱，就会不断偏离正确的金钱管理之道，导致过度挥霍和浪费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让潜意识的力量自然地引导我们，就能够朝着富裕的方向前进。如果受到了挥霍金钱的暗示，那么在使用金钱时就会过分关注挥霍和浪费，导致金钱朝着挥霍和浪费的方向流失。例如，有的人经常会打开购物网站，明知道那些东西并不需要，却还是忍不住买下来。
即使您心里知道这是浪费，但还是会重复这种行为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潜意识的力量在起作用，您就不会去想得到那些不必要的东西。如果您能依赖潜意识的力量，它会自然而然地引导您走向富有。然而，因为受到了负面暗示的影响，您试图用意识来控制自己走向富有的方向，反而事与愿违。潜意识力量的特性就在于，它会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帮助我们。在拥挤的十字路口，如果你有意识地试图避免撞到别人，反而会不断和别人走到同一个方向，甚至撞到别人。相反，如果您没有刻意去注意别人，和朋友开心的聊天走路时，你会发现自己能够轻松地避开人群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您可以完全依赖潜意识。比如，在走路时低头玩手机是不可取的，因为那时您的意识完全集中在手机上。潜意识是帮助我们朝着意识所设定的方向前进的，因此，安全行走时不能完全依赖潜意识，而是需要意识的引导和潜意识的支持。这表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需要有适当的平衡。我们在有意识的行动时，表面上看似单独完成，但实际上一直在依赖潜意识的帮助。比如说，作者曾经一度无法坚持每天跑10公里，但通过边听音乐边跑步这个方法，他成功地达成了这一个习惯。这是因为他发现通过听音乐，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每天跑10公里这个目标上。相反，当没有音乐时，意识很容易从目标上分散出去，例如感觉呼吸困难、膝盖关节疼痛等。但当他听音乐跑步，专注于目标并进入集中模式时，潜意识会调整呼吸，调节奔跑方式，并减轻对膝盖的负担。这样，潜意识会帮助我们朝着意识所确定的方向前进，直至达到目标。正如我之前所说的，利用潜意识力量并将自己的目标方向化，需要适度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平衡。对于金钱来说，意识和潜意识的作用各占一半的比例比较合适。当您太过计较金钱得失，或者因金钱而感到不安或后悔时，表明您对金钱过度关注。如果您陷入这种状态，意识的比例就偏高了。那么，如何将意识和潜意识的比例调整到5-5开呢？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只需拥有成为有钱人的愿望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觉察到自己意识过多、潜意识不足的时候，调整意识和潜意识的黄金比例为5-5开后，金钱就会自然而然地涌入您的生活。一位经过作者咨询的男士意识到自己以前过度关注金钱，决定调整潜意识的比重。结果他开始接受了之前因不想浪费金钱而拒绝的前辈的邀请，这提高了他在同事中的信任度，也增加了被委以重任的机会。很快他就升任为领导。所以只要意识到意识和潜意识的黄金比例，机会就会不断地来到您身边，您也就能够掌握金钱的流动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